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不是相亲故事，而是一个关于观念冲击的真实经历。最近我一位老朋友，他是大陆某知名大学的教授，姓王，60多岁了，退休前决定去台湾看望已经在那边定居10多年的女儿。这一去可不得了，直接颠覆了他对台湾的所有认知。王教授平时在大陆过着体面的生活，退休金也不少，在当地也算是有面子的人物。他一直以为自己的女儿嫁到台湾过得很将就，毕竟在不少大陆人眼中，台湾经济不行，房子小，工资低，处处不如大陆发达城市。丽姐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次去台湾真是大开眼界。王教授回来后，第一时间约我喝茶，一脸惊讶地说，我在大陆活了60年，感觉都白活了。我被他这话惊到了，忙问怎么回事啊？台湾不是经济不行吗？王教授摇摇头，叹了口气说，谁告诉你台湾经济不行了？那是我们的偏见。原来王教授的女儿在台北郊区有一套100多平的房子，虽然不算特别大，但精致舒适，花园、车库一应俱全。最让王教授震惊的是，女儿一家的生活品质极高，他们家的厨房用具全是德国、日本的高端品牌，卫生间的马桶还带自动冲洗功能，家里的家具都是实木手工定制的。王教授激动地说，我一直以为这些都是富人才有的东西，没想到在台湾，这些是普通中产家庭的标配。确实，台湾的生活品质确实很高。我有位台湾朋友曾经说过，台湾人宁愿住小一点的房子，也要把生活品质提上去。不像大陆，很多人拼命买大房子，结果装修简陋，家具电器都是廉价货。王教授接着说，我女婿是个普通上班族，月薪大概7、8万台币，在台湾算中等收入，但他们一家4口生活过得极其滋润，周末带孩子去户外徒步、露营，假期就去日本、欧洲旅游，家里还养了2只狗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特别的，这就是他们的日常。我不禁感叹，这确实和我们很多大陆家庭不一样。大陆人工资高了，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买房、买车、攒钱，生活品质反而靠后。没错，王教授说，最让我惊讶的是，我女儿一家不仅生活质量高，而且生活节奏特别慢，特别有仪式感。他们每天早上都会花时间煮一杯咖啡，晚上有时还会点上蜡烛吃晚餐，周末会去附近的小市场采购新鲜食材，和老板聊天。这些小事情在大陆的我们看来都是浪费时间，但在台湾，这就是生活的意义。我完全理解王教授的感受。在大陆，尤其是大城市，生活节奏太快了，大家都在追求效率，争分夺秒的工作、通勤，哪有时间去享受生活中的小确幸？我女婿下班时间比较固定，每天5点半就能到家，基本不加班。晚上全家人会一起吃饭、聊天、陪孩子。周末2天完全是家庭时间，公司绝对不会打扰。王教授说，反观我们大陆，996成了常态，下班回家倒头就睡，周末还要被各种工作微信骚扰，哪有什么真正的休息时间？我笑着说，这就是为什么大陆人均 GDP 超过台湾了。但普通人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却不一定更高。太对了，王教授拍桌感叹， GDP 高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吗？真正的发达是每个普通人都能过上有尊严、有品质的生活。王教授继续分享他在台湾的见闻，台湾的医疗体系也非常发达。我女儿说她生孩子时医院服务特别好，医生护士都很耐心，住的是单人病房，伙食比酒店还好。最重要的是，因为有健保，花费很少，这确实是台湾的优势之一。我说，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非常完善，几乎覆盖所有常见疾病，看病不用像大陆一样挂号难，等待时间长。王教授点点头，对，而且台湾的公共设施也很人性化。我注意到台北的人行道上，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公共饮水机，全部是免费的纯净水。公园里的厕所干净整洁，还有专门的亲子卫生间。这些小细节体现的是对普通民众的尊重和关怀，这些方面确实是我们大陆还需要学习的。我感叹道，很多大陆城市的公共设施虽然看起来很宏伟，但实用性和人性化程度却不够。王教授又说，
台湾的服务业态度也让我印象深刻。不管是便利店的店员，还是餐厅服务员，都特别有礼貌，会真心实意地和顾客互动，不像大陆，服务员常常爱搭不理，好像顾客欠他们钱似的。这就是服务业发达的体现。我解释说，台湾的服务业占 GDP 比重很高，服务质量自然也就上去了。大陆虽然经济总量大，但服务业发展还不够成熟。王教授叹了口气说，我这次去台湾最大的感触就是，衡量一个地方的发达程度，不能只看 GDP、高楼大厦和物质财富，更要看普通人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台湾确实比大陆发达得多。我想起一个有趣的对比，其实台湾人到大陆来也会有类似的文化震撼，他们会惊讶于大陆的移动支付之便捷，高铁网络之发达，城市建设之迅速。但回到生活本质，可能还是会怀念台湾的生活节奏和品质。没错，王教授接着说，台湾的交通虽然没有大陆那么现代化，高铁网络也不如大陆发达，但他们的公共交通却非常人性化。我在台北坐捷运，发现车厢内专门设有博爱座，是留给老人、孕妇和行动不便者的座位，而且大家都很自觉，年轻人绝不会占用。我点点头，这就是公民素质的体现。台湾经过几十年的民主教育，公民意识确实比大陆强。还有台湾的垃圾分类做得特别好。王教授兴奋地说，我第一天住在女儿家，扔垃圾时被她批评了一顿。台湾居民必须把垃圾分成可回收、厨余和一般垃圾3大类，而且垃圾车固定时间来收，居民听到音乐声就拿着垃圾下楼，不能随便乱扔。一开始我觉得麻烦，后来发现这样确实让环境变得更干净了。台湾的环保意识确实很强，我说他们从小就有环保教育，垃圾分类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。王教授又谈到了教育方面的差异。我外孙在台湾上小学，课业负担比大陆小多了，每天放学早，几乎没有作业。学校更注重孩子的兴趣培养和人格发展，孩子参加各种社团活动，学习钢琴、绘画不是为了考级，纯粹是培养兴趣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孩子的学校没有期中、期末排名，老师的评语都是鼓励性的，这就是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区别。我解释道，台湾的教育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，而不是死记硬背。虽然在国际学术竞赛中可能不如大陆学生出风头，但普通学生的学习压力小多了，心理健康程度也更高。关键是台湾人对未来的焦虑感没那么强。王教授感叹道，在大陆，家长们总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拼命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，但台湾家长更在意孩子是否快乐，是否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女儿就常说，孩子将来做什么工作不重要，开心最重要。我笑着说，这就是不同的价值观导致的差异。大陆社会更加竞争激烈，人们普遍有不进则退的危机感，而台湾社会相对稳定，人们更在乎生活的平衡和品质。说到生活品质，台湾的饮食文化也令我印象深刻。王教授摸着肚子说，台湾的夜市美食实在太丰富了。虽然大陆也有夜市，但台湾夜市的整洁程度、食品安全和品种多样性都更胜一筹。我去了士林夜市、宁夏夜市，每次都吃到撑。台湾小吃确实举世闻名。我说，大陆很多城市也在学习台湾的夜市文化，但那种历史积淀和人情味却难以复制。王教授点头赞同，而且台湾的食品安全意识特别强。我注意到餐厅菜单上会标明食材的产地，有些甚至会注明是否使用转基因成分。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要求非常高，这也倒逼生产者提高标准，这是制度使然。我解释道，台湾的食品安全法规非常严格，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，处罚力度很大，企业承担不起这个成本，自然会更加重视食品安全。说起消费者权益，台湾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也很完善。王教授说，我在台湾买了一个电饭煲，回家发现不合适，第二天就去退了，店家二话不说就给办理了退款，态度特别好。在大陆，退换货往往要经历9981难。我点点头，这就是成熟市场经济的体现。台湾的商业文明发展得早，顾客就是上帝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，而大陆的市场经济起步晚，
很多商家还停留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概不退换的阶段。王教授又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我发现台湾人很少炫富，即使是有钱人也生活得很低调。我女婿的一个同事家里据说很有钱，但平时开的车很普通，穿着也很朴素，完全看不出来是富人。反观大陆，一有点钱就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，名表名车豪宅轮番上阵，这就是文化差异。我说，台湾社会更注重内在修养，低调内敛是一种美德。而大陆经过改革开放后的报复期，很多人有强烈的炫耀心理，希望通过外在物质彰显自己的成功。还有一点让我特别感动，王教授继续说，台湾对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的关怀非常到位。我在台北看到很多地方都有无障碍设施，公交车会放下斜坡，方便轮椅上下。商场和公共场所都有专门的残障人士卫生间，老年人出行也有各种优惠政策。这些细节处处体现着对弱势群体的尊重，福利制度的完善也是社会发达的标志之一。我补充道，台湾的社会福利体系确实比大陆更加健全，底层民众的生活有保障，社会更加和谐。王教授感慨地说，这次去台湾彻底改变了我的认知，以前总觉得台湾经济不行，生活水平不如大陆，现在才明白，发展不能只看 GDP 数字，更要看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。所以您说您在大陆活了60年都白活了，我笑着问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王教授连忙摆手，我是说，我们大陆人应该多出去看看，开阔眼界，别被片面的数据和宣传蒙蔽了双眼。大陆和台湾各有优势，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。说得太对了，我赞同道，两岸本是一家人，文化同根同源，应该取长补短，互相学习。大陆的高速发展令人瞩目，台湾的生活品质也值得我们借鉴。王教授喝了口茶，继续说，还有台湾的医疗体系，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实在太便民了。我在台湾期间不小心感冒了，女儿带我去诊所看医生，你猜怎么着？挂号、看诊、拿药，全部流程不到半小时就搞定了，而且费用才几百台币，确实方便。我点头道，台湾的健保制度建立已久，覆盖面很广，基本医疗需求都能得到满足，普通民众看病负担不重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看病时的体验。王教授感叹道，医生态度特别好，问诊非常仔细，不是大陆那种几分钟就打发走的感觉。护士也很亲切，主动询问我的不适，还告诉我药物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，整个过程让人感觉备受尊重，不是那种我是医生，你是病人的居高临下态度。这就是服务意识的差异。我解释道，台湾的医疗系统更注重病人体验，医患关系也更加和谐。当然，大陆医疗资源紧张，医生工作压力大，这些客观因素也影响着服务质量。王教授又谈到了台湾的文化氛围，台湾的文创产业真是发达。我去了诚品书店，被那里的氛围深深吸引。书店不仅卖书，还结合了咖啡厅、艺术展览、文创商品，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空间。周末晚上去，人潮汹涌，很多年轻人就坐在那里看书、聊天。诚品确实是台湾文化的一张名片。我说，它创造了一种阅读的生活方式，让阅读不仅是获取知识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大陆近年来也在学习这种模式，像北京的三联韬奋、上海的中书阁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。台湾的创意市集也很有特色。王教授兴奋地说，我去了华山文创园区，那里聚集了许多年轻设计师的作品，从手工艺品到服装设计，创意十足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东西不贵，普通人都消费得起。文创产业真正融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。我点点头，这就是台湾文创产业的成功之处，既有艺术性，又接地气，不像有些地方的文创产品高高在上，只面向小众群体。说到接地气，台湾的政府服务也很亲民。王教授说，我在台北市政府办事，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，耐心解答我的问题，不厌其烦，而且办事流程简单高效，不用反复排队跑腿。确实如此。我说，台湾的公务员普遍有较强的服务意识，把民众当成服务对象，而不是管理对象，这种理念值得大陆学习。
王教授又提到了一个有趣的发现，台湾的房子虽然普遍比大陆小，但设计特别讲究。我女儿家不到100平，但格局非常合理，收纳空间设计得很巧妙，住起来一点都不觉得拥挤，装修风格也很温馨，不像大陆那种千篇一律的精装房。这就是所谓的小而美理念。我解释道，台湾人更注重生活品质而非面积大小，宁愿住小一点的房子，也要住得舒适有品味。还有一点让我很惊讶，王教授说台湾人特别乐于助人。有一次我在街上问路，一位阿姨不仅详细告诉我怎么走，还主动带我到目的地附近。在大陆，尤其是大城市，人们对陌生人往往保持警惕，很少有这种热心帮助的。这可能与社会信任度有关。我分析到，台湾社会整体信任度较高，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理没那么强。而大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，社区关系被打破，人际关系变得疏离，相互信任感降低了。王教授感慨地说，最让我感动的是台湾人对传统文化的珍视。我去了故宫博物院、龙山寺，看到很多年轻人在那里参观祭拜，并不觉得这是老古董。而大陆的年轻人似乎对传统文化越来越淡漠，追求的都是网络流行文化。扩回这个观察很准确。我说，台湾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，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种保卫者的心态，所以更加珍视。大陆经历过文革等历史变革，传统文化的传承受到一定冲击，加上现代化进程快速，年轻人与传统的距离确实拉大了。总的来说，王教授总结道，台湾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幸福感。虽然台湾人均 GDP 不如大陆1线城市，房子也不如大陆大，但他们的生活品质、社会环境、人文关怀都做得很到位，普通人的幸福感很强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话，我说，真正的发达不是少数人过得好，而是大多数人过得不差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台湾确实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。王教授点点头，没错，这次去台湾让我明白了，发展不能只追求数量，更要注重质量，不能只看表面繁荣，更要关注普通人的获得感。这些是大陆在未来发展中需要思考的问题，所以您会考虑像您女儿一样移居台湾吗？我好奇地问。王教授笑了，不会的，我在大陆生活了一辈子，这里有我的根，有我的朋友，有我熟悉的一切。我只是希望通过分享我的见闻，让更多大陆朋友了解真实的台湾，也让我们的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能借鉴台湾的经验，朝着更加人性化、更有温度的方向前进。这样的交流分享非常有意义。我赞同到，两岸相互了解，取长补短，才能共同进步。感谢王教授今天的分享。不客气，丽姐。王教授笑着说，人生难得有这样的体验，不分享出来岂不可惜？希望我的经历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。听完王教授的故事，我也陷入了沉思。发展的意义是什么？是高楼大厦？是亮丽的 GDP 数字？还是每个普通人都能过上有尊严、有品质的生活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。两岸一家亲，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大陆和台湾能够相互学习，共同进步，让两岸民众都能享受到更美好的生活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这期内容，欢迎点赞、留言、分享给更多朋友。我是丽姐，咱们下期再见。